莲藕已经不再是夏天特有的产物了，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美味的莲藕。莲藕生吃和熟吃的营养功效不同，烹熟的莲藕食性温和，滋补脾胃的功效非常好，特别适合冬季食用。那么除了凉拌、清炒、炖汤，莲藕还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呢？本期健康新时代，孙大厨教给您好吃的莲藕菜肴。桂花糯米藕口味香甜，口感软糯，是非常受欢迎的莲藕菜。那么您知道这红彤彤的颜色是怎么熬制出来的吗？这浓浓的甜味儿可不是放上一把糖就能做出来的。您知道这放糖有什么讲究吗？藕丸子是大厨带来的另外一道菜，用藕做丸子，比起肉丸、菜丸更要多一份爽脆清香。在这样一个冬季，您不妨多做上一些藕丸子，即便回家再晚，也可以快速吃上一道热气腾腾的藕丸子炖菜。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了，在这里健康新时代提醒您，冬季看家菜不要忘了莲藕哟。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说起有这样一种蔬菜，它呢一年四季在菜市场中都能看到，可现在到冬天了，你可能还在家里只愿意吃那些土豆白菜之类的。不过今天健康新时代教你做的是这一年四季都能看得到的蔬菜，什么呢？就是它，藕。没错，今天教你做藕的，给您请来的是中国烹饪大师孙大厨，欢迎孙厨。大家好。藕呢，它是一种水生的植物。那么这种水生植物有什么独特的营养呢？给您解答这些问题的是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郑老师，欢迎郑老师。大家好，久违的郑老师又见面了，很棒。说起这个藕其实我们在菜市场中买的时候会发现，它是一节一节一节的。对。可是呢，有的是9个孔的，有的是7个孔的，有11个的，是11个孔的。我数学不太好，还有14个孔的。哎，对。有没有区别？有区别。这好的藕吧，一般吧，它表面光滑洁白。还有一个吧，就是说好的藕吧，里边吧切出来以后吧不带泥沙。有的藕吧，它有的都是带泥沙。那是不是就证明它可能是哪会断裂，然后断裂以后了进去？对的，长时间的吧生长吧进去了。再一个这个藕吧，一般就是说，你看着它是一个比一个细。一个对不对？而且吧，这个藕吧还有一个藕尖。没错。而且吧，就是说这个藕吧，就越上部的部分吧越嫩。就是嫩的这部分吧，比较适合一些拌的菜，或者然后下部这部分粗的比较炖汤、熬汤好的这都是炖汤的藕。对。我发现这个藕口感也不一样，是有的粉的，有的面，有的很脆。从视觉上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脆藕吧，它这个颜色吧更加洁白。更加洁白。不过这个大吧没这么大。它适合于生吃凉拌。没错。面藕吧，它适合炖汤、煲汤。对。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糯米藕，那么它比较适合这一块。那我们买的时候，吃起来比较软糯。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你看是面藕还是脆藕？这一个吧是面藕。怎么看出来？它的色泽吧，比较这个表面看吧，比较这个黄黄的。没错，这是淡黄色。淡黄色。如果是说这个脆藕吧，它比较洁白，没有这么粗，比较细一些。今天第一道菜名字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道菜吧，就是叫那个大家都熟知的、经常吃的这个桂花糯米藕。制作桂花糯米藕的原料有莲藕、糯米、红曲米、冰糖。我们现在削好冰，然后需要改良。因为做这个糯米藕吧，需要几个步骤。第一个吧，一定要选用这个粉藕。粉藕做起来以后吧，它比较软，比较糯。OK。好，咱给它一会儿还要灌糯米馅。对，还有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糯米。在做这个糯米藕之前吧，要浸泡一下，这是做的藕之前的第一个关键步骤。等一下。糯米还要浸泡。对，因为这个糯米吧，提前浸泡吧，特别在家里做比较容易熟，熟的时间比较快，提前泡了。是不是泡一下也会让它更黏呢？从它的就是说一个粘度上都稍微黏一点，黏一点。但主要的但是最大的用途吧，就是说在家里吧，它这个熟制的比较快。那咱要是节约时间，就是凉水，用凉水泡它就可以了。这个一定要有，就是说稍微吧，就是稍微点用点温水。温水泡这个糯米没有太大的讲究，这个水温。OK，泡多长时间？一个吧是这个泡30分钟左右。
就是说咱做饭之前的时候先把它泡。对，就是里面的那个淀粉啊，让精油赶紧释放出来。对。好，给它泡着。今天我们用藕啊和糯米来搭配。我想问一下郑老师，藕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吗？因为你知道，我了解到了，你看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个荷花，假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哎，那您看哈，藕。荷花里面有什么关系？有莲子，对，然后这边有藕，对，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这个整个荷花的一身都是宝？是这样的，你看，这是莲藕，就指的是这个莲花的根茎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在的水，在泥里面，没错啊。然后呢，这就开的是荷花。然后呢，再结出来的这个果实叫莲子，然后莲子放在这个莲蓬里面。莲藕啊，生吃和熟吃，在中医认为它是不一样的性质。就是它对于人体的功效性，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要生吃的话，就是凉拌它。尤其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爱吃凉拌？就是源于这个莲藕它比较性凉一些。性凉，性凉的话，对于这个夏天有一种消暑、解渴、生津这样一个功效。没错，包括可以清湿啊、清热这样一个作用。这是生吃。那如果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对于我们这个季节来讲，我们最适合的要炖着吃，让它熟吃。那熟吃呢，它就性质就发生了一些个变化，它就逐渐转变成一些温和、温补的一些性质。对于我们冬季来讲，比较适合，所以说在家里的时候多吃点莲藕。咱呢今天用它来做菜。好，大叔，30分钟时间已经到了。到了，这个基本上就把它泡好了。你看这个基本上把这个光度还有这个糯米膨胀了，膨胀了以后吧就可以了。下边吧我们就开始这个酿制。酿制之前吧，首先把这个藕吧，就是说这一头啊，首先要把它切开。藕呢，一般会藕断丝连，会有粘液。咱们看看，是不是？还有真是丝连的，藕断丝连啊，真的是看到了。其实吃藕就吃这种乐趣。对，然后这一头吧，一定就是说是个实的，不要说这么装米以后这么露出来了啊，那个基本上露斗了啊。然后吧，这个用泡好的米吧，就选用这么个盛器吧，就开始把这灌就只要泡好的米吧。我想问一下孙厨，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在水中泡一泡，把这个桶里面万一有一些小沙子呢，会不会有？不会有，不可能会有吗？不会有。因为呢，我买的时候就买的这个根，这个节儿都已经对，就是已经干住的，已经封闭住的。我们要买这样子的，对，就这么硬灌就可以了。硬灌吧，就是说稍微这个用竹筷，我们家里都有竹筷。往一串，你看。大厨，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加点什么料吗？不用，因为一会儿吧，给大家再做演示一下这个怎么制作啊。首先把这个这个糯米吧，给大家就这么灌进去。就是说给大家灌进去。是因为这是一个这个菜吧好吃，但是吧它用的功夫比较大。这个菜做出来以后吧，就是说那个可以长时间保存，长时间的吃，客人来了吧或家庭。谁时可以吃？没错，孩子都喜欢吃这个。对，孩子对，基本你看这个装瓶了，就是装瓶了以后吧，我们就是说把它这个盖上盖，好，不要把米吧把它就是露出来，然后用干的盐菜吧把这个插一下，固定一下，就属于是把这个盖给它用牙签固定，因为盐菜它比较干净嘛，对，没错，比较干净，都是竹子做的，比较干净，然后把它插一下。这个过程就像小的时候，女孩子玩做一个布娃娃一样，很有趣。给它固定好，咱还要蒸吧？这不基本就这个就是初步的藕，基本就是这样。OK 了，很粗壮。下一步灌好以后吧，那么我们就必须就是选用一个特殊程序。什么程序？我们就是说这个用高压锅压，因为它需要一定的时间。高压锅来压它。高压锅，我们就用这个高压锅直接把它扔进去。对，这个在扔之前吧，这个需要很多调料的。首先我们要加一部分冰糖。加冰糖加冰糖，冰糖它这个味道比较甘甜，没错，甘甜而且比较甘甜。对于有热性的来讲还好，对，还降燥，是不是？对，秋冬季节很干燥。再一个吧，要加这个棉砂糖。大厨，我问一下你，我在家里面如果是做羹品菜，有了冰糖我就不加这个糖了，甜味够了，但是还补这个。它这个复合味不重。我这个糯米藕吧，属有一定的复合味复合甜味。因为它这个为什么这个糖要分类？有冰糖，有棉糖，有砂糖，红糖，它各有各的味道。虽然都要糖，但是它的甜度不一样。那么说这个冰糖吧，它的味吧，比较就是说这个
甘甜一点。那么这个砂糖吧，它就是说这个，它是那种有点重一点，有点像咸甜的。哎，对，是不是？对是。而砂糖是那种回味的，冰糖是回味的那种，有回甜。哎，所以它不一样。我要问一下您孙叔，比如说咱在家里做这个银耳之类的羹，是不是也得有2种糖一起来配？就是说那最好是2种。银耳什么的，包括川贝的这种羹，如果是做的要地道一点、好吃的话呢，最好2种，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比例有要求吗？是1比1吗？不，这个冰糖的数量吧，因为它的味比较这个甜味比较干嘛，对，少放一点少放一点。以这个我们这个美砂糖吧，稍微就倒的稍微更多一些，这多一点就大概是1比2的比例。对，1比2。棉糖是2，这个冰糖是1，冰糖是1，这样要少一点。放上以后吧，因为这个藕吧，它是一个白色的，白色的以后吧，为了就是说增加它的色度，吃起来让人更有食欲。没错。那么我们还带了一种这个叫红曲米，红曲米这个大家一般吧都熟知。这个红曲米吧是米的一种，但是吧，它最重要的一点，红曲米吧是调它的色泽。它是不是带颜色的大米发酵的？是不是？对，是一种发酵性质，而且在发酵过程当中，它的营养素含量是非常高的。另外，它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效果非常好。都说它是天然的色素，它颜色下的特别好，绝对是天然色素。包括大嘴告诉你在家里啊，比如说做一些红烧之类的菜品，你可以用点红曲米来调颜色。对。包括你用酱增加它的食欲。对这个市面上有卖的，市面上有卖的。下边我们把这个调料加好了以后吧，基本上就是说就行了。好，然后把我们提前就是装了藕吧，把放进去，装好糯米的藕放进去，这个水要把这个木偶这个对，这个水也有水平，不要是说加的水太多，就是说没过这个藕吧，就是说有2公分，有2公分就可以了。好，然后就是说 OK， 盖上盖，放进我们压锅里面。这个压制的时间吧，大约差不多吧，在家庭用高压锅压的话吧，就得40分钟，40分钟左右。 40分钟。现在我们就有连成店压它40分钟，一会儿看一看颜色会不会变成红色，里面的糯米会不会变软呢？刚才等了好久，可算是好，现在应该通过了40分钟，咱把它打开看一看。好嘞，哇，哎呦，刚才是白白的藕，现在就得说是红红的藕了，而且还有香味儿，你发现了吗？哎呦，非常浓的那种糯米的香。压了40分钟吧，基本上把汁也压的差不多了。哎呀，这下一步还有一个关键吧，需要放在火上烤一烤。它太稀了嘛。这还先稀，你都没汁儿了，你要把这个汁再渗透进去，稍微一收，泡泡。OK， 再给它倒出来。对。好，还行。它这个汁水我都觉得不用靠都很好了。没错，而且你看它这个红曲米用的特别棒。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你会觉得今天怎么用了这么红的色素？不过大嘴告诉你，这可是天然的色素，是红曲米。你在家里呢，如果说做一些酱类的食材，然后你可以用一点红曲米，是不是？然后要在家里压出来以后一定要烤，这是个关键，必须要烤。否则的话，你那藕的颜色跟那稠度吧，达不到。我们这时候在烤它的时候啊，就需要什么？需要这个中火。是不是？对，慢慢的烤一下，中小火，中小火，火不要太高，好嘞，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我发现这个汁儿已经变得比以前还要少了，对，还要稠了，更稠了，更少了，对，棒，一下到，稍微慢点，好嘞，哇，这么大的一个藕，而且下面呢都是这种红色的汁儿，对，下边我们改一下刀，改刀，一下刀。如果在家里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比如说你可以改成直接这么一个圆片的，或者是这种半圆片的，都可以。对，都可以。OK， 很糯，很糯的，粘刀很厉害。而且粘刀的不只是糯米它本身的糯，而且还有这个藕本身的丝，对，都在粘你的刀。这么一道红彤彤的菜，现在呢，圣诞节啊、元旦呢已经到了，朋友聚会的时候呢，都希望在餐桌中呢出现一点能让你觉得喜庆的颜色。这道菜如果您学会了，过年的时候、朋友聚会的时候，把它端上餐桌，心情好，对，寓意好，没错，象征着你新的一年，鸿运当头，没错。是。今天我觉得大厨您的摆盘也寓意着节节高升的意思。节节高升嘛，藕本来就是节节高升嘛。对，没错，一节一节的。这基本上就切完了以后吧，来点糖桂花。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桂花糯米藕，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桂花，糖桂花。好，再浇上一点吧，它的更会增加
香味儿，它的有味道香味儿。香味。好嘞，端上你的餐桌。如果说你觉得这道菜象征着你美好生活的话，那么在家里不如试一试。看到没有，非常的漂亮，而且是节节高升的。味道怎么样呢？咱现在一起来见证一下，好不好？好，来，赶快尝一尝。不仅看起来糯，咬在嘴中的感觉也是很敦实的糯，很甜甜的，很甜。所以说刚才讲了嘛，这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对吧？一定要选用这个粉藕，哎，要脆藕吧，你压它1个小时吧，它也脆，这也脆脆跟土的。豆一样。没错，外脆然后内软就不好吃了。这是整个还原体的这特别紧实的这种糯。刚才孙大厨带来这道甜品啊，吃起来的时候呢，又香又糯，然后呢感觉又甜，好吃。马上要做藕丸子了。对。藕丸子我没听过，我觉得是不是要把这个丸子里面加一点藕丁进去？哎，对，加一点藕丁。真是聪明，是不是？第二道菜名字是什么？孙大厨报一下全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道菜吧，是这个木瓜番茄煮藕丸。木瓜番茄煮藕丸，听名字就能知道这里有什么。这3种食材，这是西红柿、番茄红素，然后木瓜、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然后还有这个莲藕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这3个组成起来，一起把这个搭配给我们的孙大厨。孙大厨，您来操作好不好？新鲜吧，对原料吧改一下刀，切成丁吗？对，切成大的块，大块。好，这个木瓜呀，咱在节目中经常给大家介绍。对，木瓜当中含有的这个酶啊，都是比较丰富的，蛋白酶啦、脂肪酶啦，有助于促进消化和吸收。这一块也是我们喜欢它的一个其中的原因。哎呦，那你看这个木瓜搭配一个配菜，然后我们这边又搭配一个西红柿。对，大家知道这个西红柿啊，在西餐中，尤其是意大利餐、法餐中啊，离不开它。西红柿本身就是一种水果，也是一种蔬菜，你可以怎么样吃都可以，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蔬菜。你像我们今天可能要熟做，蒸熟的话，里面呢释放出了番茄红素来，对于我们体内的这种这个预防，还可以预防前列腺癌。那除了前列腺癌的各种慢性心脑血管疾病也有好处的。其实生吃也好，熟吃也好，都无大所谓。我们要根本的目的是要它干什么？你生吃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你如果熟做，维生素 C 含量低了，但是番茄红素也上来了，无所谓，只要你需要，怎么样都可以。其实不同的做，不同的营养。好，这边咱把这个藕切成细丝，切成小细末，应该算小末了。对。好。把藕吧，这个怎么用这么大量？今天，对，因为主要是以藕为主嘛，今天就吃这个藕丸嘛。这个今天这个虾吧，这个虾你看它，说一层馅，把虾线提了以后吧，比较有嚼性。您这个之前是怎么做的？就是说把这个虾线提了以后吧，把虾胶用刀吧在家里把它一点一点把它剁碎了它，然后再摔打它。对。如果说咱今天做的呢，不是这种海鲜口的这种丸子，可不可以用猪肉馅？猪肉、牛肉、羊肉都可以，都可以。想吃藕丸子的，什么肉无所谓。好嘞，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虾胶这边水好了，水好了以后吧，把我们切的这个藕丁吧，把它这个放进去。好，把它放进去，给它抓一抓，把它搅一搅，抓一抓。好嘞。然后再稍加一点调料。这是来点盐，稍微加少许的行，少许的盐。咱今天要做这种大丸子，还是说那种小丸子呢？做一个小丸子，汤水的那种。汤水的小丸子。OK，好，这一般就好了。OK，就差不多了。对，好，这样的话吧，咱就先把丸子先穿出来。OK， 我们就是开水，然后之后呢开始汆丸子。咱看怎么汆这个丸子。以前大厨教过我们做丸子。哎，你看这个小勺这么一挤，然后做个牛肉，简单。看起来挺简单的，没错。对，做个丸子，抓挤，然后之后一刮下去。对。好，我们是开水的时候下入我们的虾吧？不要开水，一般就是说这个用那个温水吧。就是说大概似开非开的那种感觉。似开非开。对，温水，朦胧的水。因为开水以后吧，煮这个丸子就比较容易散了这一个比较容易老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做虾丸子、海鲜丸子是最忌讳老的。对，牛肉丸子也是，老了也不好吃。对。好，有的时候在家里做丸子，你会发现在饭店吃的特别紧，自己做的呢就特细。大叔，这个在于什么呢？这个吧，这个虾吧，一般新鲜的虾吧，含水分比较少。没错，一般就是说这个比较就是有筋道。然后这个虾吧，主要是我刚才讲的嘛，把它打上
剁碎了以后吧，在家里吧，然后最关的第一点吧，就把它摔成胶，用摔。哦，摔，哎，就是摔的黏黏糊糊的。哎，对的，把它摔成胶，搅成劲。咱就先搅一个番茄搅，然后再摔。咱在家里如果说做牛肉丸子、羊肉丸子，是不是也需要打？哎，对，这样呢好吃一些。但是它比较筋道一些，越摔纤维要有弹性一些，又就是紧了。哎，对。好，这个这边咱慢慢的烫着。大概到烫到什么程度？这个丸子吧，就是说这个稍微这个慢火劲，一定不用开锅。开锅以后吧，它这个口感不好。今天这道菜呢是一道汤水菜，我估计它的味道应该是甜中带点酸，酸中带点鲜。因为我们这两个配菜就能看得出来，太漂亮了。西红柿酸酸的、甜甜的，木瓜本来甜甜的，混在一起，果香十足，还有一点酸的。今天我们用的油啊非常的好，健康新时代呢给您重磅的推荐，那就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哎，这种油呢有3A 加物质，能够对老年人、儿童的智力发育非常有好处。所以说建议你在家里的时候试一试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然后用葱花炝一下锅，炝锅。炝一下锅。咱今天这个蔬菜西红柿啊，包括我们的木瓜需要炒吗？哎，对。特别西红柿啊，木瓜不用炒，西红柿要稍微炒一炒。对，让它见点油，见点热。对。这个首先吧，我们这个加一点少许的番茄酱。哦，番茄酱。番茄酱，我们这个大概要多少量呀？这个差不多吧，就这一份嘛，差不多用这个35克就够了。35，那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大汤勺啊，一个汤勺就可以了。然后吧，一个汤勺炒了以后吧，西红柿一定要炒一炒。是西红柿吧，把西红柿这个粘度吧，把它炒出来。对，你看一炒吧，它的口度比较稠了，是吧？也不见得一定到这个步骤，把这个西红柿炒得非常软烂。一会儿咱包的时候呢，西红柿可能就慢慢的对变得有点粉了，稍微炒一些呢，好吃一些。没错，而且你看炒的特别黏。对。好，然后用我们原味的这个虾汤，就是一个一个都浮上来了，又浮上来了，感觉像爆皮一样。浮上来了，你看，然后把它炒好的，直接用原汤放进去。哎，对了，这样比较鲜一些。其实这个煮我们今天这个虾丸这个汤啊，您在家里下面调也好吃，海鲜味的绝对是，就跟这个胶东一带用的这种海鲜面、嘎啦面之类的差不多。对。好，这时候我们就放上木瓜，然后再放上木瓜。木瓜一定要最后放。对。这个木瓜不能炒，一炒的话它就囊掉，已经失去了水果的味感受了。因为它会在炒的时候呢，把那个油里面的一些腥气吸收进去。没错。但你在炖它的时候呢，它是利于它释放，而不利于它吸收杂味。所以这个你吃木瓜的时候又软又好吃。对，你看这道菜吧，这个颜色很特别。有黄的，有红的，而且有白里透红的一个，而且隐隐约约看到我们的藕丸子里面还有星星点点粉色的虾的颜色。对。好，这时候我们需要改火吗，大厨？这需要火吧，不要太大，小火吗？就是说不是中火就可以。中火。对，中火开锅就行。中火给它开锅，咱就能上桌了。然后我们再加一下调料，这时候也要加。对。少放少许的盐。刚才我们的虾胶啊，只是放点底味，这时候是有调我们这个汤汁的味道，来一点点盐。再加一点盐，因为这个不要加的调料太复杂了。因为本来这个不需要深颜色的汤，咱们这个就不用加糖了。这个不能加糖了。现在呢，锅中啊，慢慢的咕哒着，不过差不多了。好了，因为我们这个虾丸子呀，已经渗透了一点汤汁这种红的颜色。红的颜色，然后这个汤也比较稠了。我暂时看不到这个藕好像是埋伏在虾丸里面。这就蛮好的。又是一道在逢年过节、朋友聚会，然后朋友宴请的时候适合出现的菜品。对，刚才那个呢是红颜色，鸿运当头，这个呢是橙色的，代表心想事成。白里面透着红。没错。这道菜其实我觉得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这个季节都有点干燥。对，经常会感觉呢，喝水总是忘了喝，但是你吃饭的时候呢，感觉特别口渴。来点汤水菜。好，我们来一起来尝一尝，好吧？赶快一起来尝一尝吧。鲜中带脆。对，西红柿味道很重。藕的味更重，很脆。藕的味道，这个我咬起来颗粒感特别强。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吃这个丸子真的跟我们平时吃的虾丸不一样。以前我们吃虾丸咬起来的时候呢，只是弹，而这个呢有一点脆，有一点糯糯的那种口感。这就是恐怕是莲藕的作用。莲藕的作用，我觉得这菜好吃。
在家里面，如果说一次吃的时候没吃够，然后觉得做一遍还挺麻烦的，可不可以用别的丸子代替，然后之后多做点，放冰箱里面冷藏着？可以，就是这个丸子吧，就是说这个多过藕吧，提前多做一些，做一些吧，把它提前放在我们这个保鲜盒里边，把它盖上盖，多保鲜。就包括我不愿意吃咸的这种味道，我可以跟这个过年换个牛肉丸、猪肉丸、羊肉丸，根据个人的嗜好与口味，就可以多做一些，就可以把它保存起来，随时到家，随时配料，随时做汤，是很方便。关键啊，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这个虾饺里面有什么营养美味的藕，